有现在延长保固 ，A.K.A 最会打篮球的男艺人王鹤棣。哇，这头衔好长啊！ Hello， 完全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我乃万岁爷钦定的昭定司长爷，对内执掌内廷，对外监察百官，行的是皇权特许，掌的是御笔诸侯。我就是万岁爷的眼，万岁爷的手。你说我够不够资格？连一个宦官都能威胁您为何不能？是因为自幼习惯了为人所见，受人所欺吗？校长爷，您逾矩了。那我喝。带着浮屠缘霸气回归，王鹤棣这回假扮宦官，忍辱负重爬上高位，一心只想为弟弟报仇。隐藏男爵再攀人气高峰的他，也分享了新戏播出的心情。我现在的心情没有很紧张，反倒是很期待。让大家快速认识一下这个角色，可不可以用3个标签或是关键字来形容一下萧铎呢？萧铎就是一个非常立体丰满，然后隐忍不卑不亢的这样一个角色。之前在饰演东方青苍的时候，你有说过你会去看那个狮子的影片来揣摩那个眼神啊，或是王者的姿态。那在演萧铎之前，你有做什么准备吗？萧铎的时候啊，就是参考一些西装暴徒。有没有什么举例子的那个影片之类的吗？或者什么 icon？ 有看一些那个片段，那个叫什么？谢尔比那个叫啥来着？ 那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？最难的部分其实一开始其实就是萧铎他这个角色的职业身份，他是一个宦官的这个设定，会让我一开始会有点压力和不知道怎么去诠释这个身份，然后再加上他其实萧铎的年龄感其实是在比我要偏大一些，偏更成熟一些的一个这种男性的这种成熟男人的一点点这种感觉，这个和自己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蛮多的。那你有预想过观众看完萧铎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吗？观众的反应，这个我有点没法设想呀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交给观众们观看完过后自己来评价吧。我自己还蛮期待，就大家看到萧铎过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的。那你会期待就是观众看到你展现成熟魅力的那一面？会吧。就尤其是萧铎的那股为了复仇或者是事业上的那股狠劲儿，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6年前6月初7，王爷在京中如意想曾娶一位少女的许诺，你可还记得？那在眼神的揣摩上，是不是有特别下什么功夫？其实就是因为萧铎他是一个宦官嘛，他有时候他有很多的上级，就有很多身份啊、权力都比他高的人。其实他除了在自己的有狠劲儿，或者是他自己的有一些情绪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会很凌厉，比如他拍打戏的时候，他会有这种很凌厉的眼神以外，其实很多的文戏交流的时候，他更多的是那种，就是有时候是眼神和别人是不交流的，因为他要隐忍，他要把这些东西藏在自己心里面。今天天气好冷啊，给本宫捂一捂。奴才是个残疾，身子污秽，不敢对娘娘不恭敬。你放心，本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和自己上级的一些对手戏的时候，他的那种眼神其实是在隐藏一些心思的时候，其实这些眼神其实是需要在对戏的过程中去揣摩、去感受的。所以萧铎他除了有那种很凌厉的眼神以外，也有很多透露他这个角色的特质的一些的眼神状态。那刚有提到打戏嘛，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或是有趣的事情呢？拍打戏的话，其实浮屠缘打戏，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看头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浮屠缘的打戏都是很
写实派的，然后很多都是实打实的动作戏，然后刀剑碰撞的那种感觉。那个武器倒是就是有挺多好玩的事情的，因为我那个武器平时合起来的时候是一根棍子，然后把它拔开了过是2把双刀嘛，这个大家就是现在都知道了。然后在拍那个戏的时候，有时候为了就要那种很帅的要收刀那种刀鞘嘛，但是那个收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为了那个快准狠，有时候就是不看他，为了去演那个很帅气那个感觉，经常在收刀的时候会扎到自己，因为那个时候就会 NG 什么的，那还蛮好笑的啊。基本上都自己来那个打戏，会很辛苦吗？在练的时候？因为我觉得还算是有一些基础，然后在拍这些打戏的过程中，我自己还是挺享受，然后很沉浸在里面的。那其实不少粉丝被弟弟圈粉，都是觉得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。那在很多访问，你也有提过说，不管是面对负评，或是那些很多人不想面对的那种考古物料，你都蛮坦然的，也都觉得无所谓这样子。你喜欢别人说你赞扬你说是很真实的一个人这样子。是，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啊。那因为弟弟其实也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嘛，那如果有一天是没有工作的话，你的行程都会如何安排呢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一天没有工作的话，肯定睡个懒觉啊，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就会去运动、健身或者打球，约上好朋友们一起去打个球，这也是一个令人开心的事情。然后或者去吃美食，其实很简单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行程这种。所以你会睡懒觉，你是会睡过中午的人呢？当然。那刚刚有提到健身嘛，就是在你的 video 里面，你有跟大家分享，在连续假期的时候，连续7天都去健身房打卡嘛。其实有蛮多粉丝也想跟你一样，就是努力练身材。那如果今天有粉丝就是很想要跟你一样自律，但是又犯怂的话，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或者是鼓励吗？就是培养兴趣的过程。我觉得运动、健身也好，或者运动也好，它除了能达到让自己身体就是锻炼身体以外，其实还能让你开心。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去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、觉得有趣的这样的一种运动，然后去培养这个兴趣，然后让自己运动的同时也能让自己开心。因为其实伴随偶像嘛，很多人看到你的正能量，其实都有被你很深刻的影响到。那像刚刚有提到说，弟弟就是你热爱篮球这件事众所皆知。那你有没有最疯狂的打球记录？你是会每天去打吗？就是一天最高纪录一次就是可以一次打多久？可能有时候是特别晚，有几次是晚上12点、1点钟，然后去打球，就是那种半夜去打球的这种时候。这个就算比较特别。那时候是招得到朋友一起去吗？还是你自己去练？叫上朋友一起去打。请弟弟说出3个你觉得篮球比你强的男艺人。没有。你说没有 ？OK。好，那分享一件最近令你开心的事。最近回家了。有看到你回乐山去，有特别跟朋友出去玩，对吗？有看到你去爬山还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在家里面玩。爬山那个，其实我特要解释一下，爬山那个不是这次回去的事情了，那是以前的照片，不知道怎么被大家发出来，然后混在这次回家的事情里面。因为其实蛮多粉丝会跟着你去你的老家看看，你有没有推荐粉丝什么景点，可以大家去乐山玩的时候能去一些。乐山最出名的景点就是乐山大佛和峨眉山这种了，但当然乐山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，大家也可以去尝试。弟弟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边？有没有举个例子？没有，全是你，从头到脚全是你。你现在此刻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打球。除了打球。为什么要除了打球？好，那你今天有看比赛吗？看一些。没影响你心情吧？还好，会有一点点，但是习惯了。好，为湖人打 call。下一题，请你用1首歌来形容萧铎。1首歌来形容萧铎啊？
一首歌，我想一想，一首歌先小夺。很难，很难哎，我们饶舌也可以。曲库不是很多。小夺烈火战嘛。战争号角一吹响，思念硝烟中飞扬，几声老泪的臂膀，抵住最后的挣扎，向苍天洒下最后的烈酒，遥望惨败的渡口，保家卫国绝不腐朽，定当永垂不朽。火锅炸串炸是因为家里头的那个吗？因为火锅我觉得全国各地都能吃到，但炸串的话还是只有回家才能吃。最好吃的在你家这样子。平常吃火锅多还是炸串多？火锅。老秦跟 Justin， 老秦，你选择的理由是？就是老秦年纪大点吧。那如果是他们两个同时掉进水里，他们都不会游泳哦，你会救谁？老秦。哈，因为他年纪大吗？他看起来更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更需要保护的样子。我走了，下班了。腹肌跟胸肌。腹肌。哦，你更重视腹肌。现在几块？现在99归1了。不是才刚去补练？没有，因为腹肌这个东西吧，它是需要平时的饮食啊、体脂啊，它会管控的比较严格一些。但最近呢，因为通告啊，或者是就是饮食上，因为回了趟家嘛，吃了很多好吃的，所以现在腹肌就没有那么那啥了。觉得自己古装帅还是时装帅？都帅。最后一题，对镜头空气篮球3连拍。3连拍。1、2、3。很棒。好，那最后你可以用萧铎拽王的语气对镜头，就是叫观众说一定要锁定浮屠缘吗？奴才请各位多多支持浮屠缘，一定要看浮屠缘，不看的话后果自负。我们掌印大大开口，谁敢不从？浮屠缘中的萧铎有狠劲，有深情，多重魅力一次满足，又再度让粉丝深陷不已了。文学乐采访报道。